好，接下来我們特別關心到中美的這個 AI 戰開打，我們要看到的是中美之間祭出不同的策略。習近平他主打是押注在國家戰略，但是這個時候馬斯克他則是說要拼能源來救美國，下一個霸權會在哪裡？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是最新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前往北京亦莊國家信創園這邊考察，包括人工智慧、機器人等等，被視為是未來的最具有潛力的科技創新的產業，時間點又剛好非常的剛好，是在15規劃開局後首次的考察，被視為是特別的重要，也為接下來的科技的戰略重點畫下了一個指標性的結果。那時間點剛剛也說了，還有落在剛好是1月3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剛好聚焦在量子科技，還有具身智慧等等未來產業，在集體學習後的10天之後，所以被視為說，未來 AI 跟機器人都會是習近平接下來包括了在接下來的幾年之內會特別關心的產業嗎？此刻我們也來看到是剛好馬斯克也公開直言了，他認為說美國現在內部的問題就是國債已經太高了，瀕臨到破產的邊緣。現在他說只有靠 AI 跟機器人技術才能救命，剛好包括了習近平、馬斯克都提到了 AI 跟機器人，這是未來中美之間在競爭的主要項目嗎？誰會獲勝？上次哥又怎麼看？我想這個來比是有點意思的。那就習近平來說，當然是整個中國的國力。那麼需要 AI 跟機器人，我们都知道，在先前去年2025年1月的時候，他當時接見了 DeepSeek， 包括語數科技，當然還有一幫包括騰訊、阿里的所有這些涉及到 AI 的頭們。然後呢，2月就入法，然後在整個兩會就入法，所以我們在去年一整年看到中國大陸的科技的噴發，你以為就去年嗎？其實不是的哈。習近平上任之後，2012年就那時候就很要求整個科技教育要做基礎教育哈，所以把過去很浮誇那些瞎編一些研究主題的東西全部去掉，所以就像反貪腐一樣，所以整個可以說這10幾年來，中國大陸就是因為打下很好的科技基礎及人才。當然，馬斯克也是不一樣，不得不說他是天縱英才啦。面對現在美國方面的基礎的，包括電力跟所有的這些基礎科技設施，簡直是一團亂的時候，他自己思考提出徹底，甚至為全人類跟為他自己的解決方案。我想大家全世界關注這一陣子，他 SpaceX 收購他自己 XAI， 雖然左手袋換到右手袋，可是沒有人質疑他，因為他所描述的包括100萬顆的低軌衛星的願景，包括有 AI 衛星在內，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合理的。而且都是現在確實是 SpaceX 做得到的，所以確實是馬斯克可能人家都說他可能靠他一個人把美國過去的這個基礎科技跟基礎建設當中的殘破之處直接覆蓋或直接解決。那我覺得現在在中美，因為有2位，一個是國家元首，一個是商業巨子跟天才，大家在引導這個科技的進步。那而且不止他們在引導 AI 自己本身最近的進步，恐怕也不見得是人類這2位當中在推進的。但你說誰會贏嗎？真的很難比哦。這馬斯克真的是要把人家全人類帶去火星的人，他也不是哈拉，他也不是在真的是瞎扯。對。但是中國大陸在所有科技應用的落地場景。撒開來怎麼用這個東西是國家在主導，而且它不是讓大家花錢買，是國家有最厲害的技術當中服務中國，讓中國的國力從上到軍事下到民生都能夠運用這個科技。這跟歐美的國際社會當中的資本市場跟資本社會是完全不同的。馬斯克會賺很多錢，中國沒有靠這個東西賺很多錢，或者是賺很多錢的這些大巨擘的這些企業，也還是要把他們的能力回向給政府或這個國家來運用。我認為中國在國家國力當中最後會遙遙領先，但是在美國方面的新創，只要有1個2個馬斯克這麼樣的天縱英才的人，他們的開創人類科技的文明，你還是只能服氣。好，所以2項包括了 AI 跟機器人，都是中美2國未來在科技上發展的主要主軸。至少對中國來說，未來5年都是它的主要發展的產業。那麼其實呢，馬斯克還點名到了說呢，接下來發展 AI 的關鍵取決的關鍵還有在電力上面。他也特別點破說，現在在美國啊，限制 AI 發展最大瓶頸就是能源。他說，中國的太陽能產業的規模化能力已經非常的強了，他靠着自己的這
個太陽能每年能夠提供接近美國一半的穩定的電力，所以呢，他決定接下來 SpaceX 跟特斯拉會準備3年內在美國打造年產能100 GW 的太陽能製造能力。3年內馬斯克能夠成功嗎？大使怎麼看？當然可以成功啦，只要成本是多少了，對，還有他得到的政府補貼是多少，這幾個問題都是美國發展光伏的能源的一個最大的問題，跟中國大陸相較之下，因為美國現在是全世界光伏能源第2大國，對，第1大國是中國大陸，可是美國的它的增長潛力也是非常可觀。像加州一個州來講的話，它在日間供電的時候，有的時候光伏發電占它的整個發電是占50%了。所以你要美國這個地理分布来講，加州事實上它的光伏發電已經相當發達了，不是我們想象的問題。可是問題就是什麼呢？因為美國除了商用發電，它很多是什麼？家戶發電，它很多家裡面就是自己屋頂就裝一個這個發電的太陽能發電。甚至有一些超級市场，有一些運動場上面也裝了這個太陽能發電的面板，它可以把這個電它可以賣給電廠，所以它這個就是說電路的整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各個地方要靠什麼？要靠它的政策。那它不是政府在一塊地上哇，這個幾百畝這樣子的發電的量，它的是多元的。那當然，將來這馬斯克他要進行的當然是商用發電，他要找整塊的地。然後呢，就一起來發電。那這又面臨一個問題，就變成美國，你要知道，全世界效能最高，就是說性價比最高的這個太陽能發電設施是中國。那美國就是要打擊中國大陸的光伏發電的這些原料供應，然後呢，逼着中國大陸很多只好到中南亞生產。那還有很多中國大陸還是繳了高額的關稅進美國市場，所以美國發展這個光伏發電，就因為它的貿易政策造成它的成本就比較高，所以呢，這是它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說，像川普這種人根本就不相信綠電的，他要發展的是什麼？他說美國這麼多石油，美國這麼多煤炭，為什麼丟在那邊不用？我們要用這個，我們就可以賺大錢，我們的發電成本比任何都高，所以他政策上不重視。政策不重視，你用這些所謂的再生能源，你就得不到政府比較多的補助，而且你今年拿到補助，過2年川普又當選了，又給你砍掉了，所以政策上面的不穩定是美國的問題。那這些中國大陸通通沒有。你知道中國大陸現在在全國的發電10%已經是光伏了。那在這個為什麼用光伏？光伏事實上成本上它比用煤還低。它現在光伏發電，它因為它達到了一個市場規模，還有本身的產業的這個成熟，還有就是說融資的成本降低事實上，這個光伏佔比不斷的提高，可是它的成本斷崖式的下降。現在光伏每千瓦在中國大陸的成本是0.5到0.25人民幣。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煤。在中國大陸，在全世界認為發電最便宜的，它的成本還高於光伏，所以它變成0.25到0.45，所以光伏發電在中國是一片大好，所以在未來的到2030年，中國大陸光伏比例還會繼續升高，到2060年會更高，所以這一點發展的來講，環境來講，美國站在前面。當然了，馬斯克有錢了，他如果不計成本的話，他很快把這個太陽能把它提上來。我認為是有可能，可是這個僅供他們這些 AI 產業用了。你說要變中國大陸變成全國的10%對，那美國還有得趕，因為美國目前光伏在全國的發電的總量是5.6%，還是很低，還是很低。好，所以我們看到，那中國大陸請全國之力，等於是政策支持來發展太陽能跟綠能，支持它的 AI。那其實發展 AI 除了在電力上面的優勢，現在大陸手上的優勢還有就是它擁有比較大的一個市場規模。我們也來看一下，是到去年的12月底為止，大陸的生成式 AI 使用者是6億人口，總普及率達到了42%。注意了，這個年暴增幅度已經超過128%了。代表說，大陸不只是研發 AI 而已，而是用全社會都在加速訓練它的 AI。那麼，工信部也啟動了叫做算力互聯互通的節點，打造全國的電力網絡。幹哥怎麼看接下來中國大陸在這個上面的發展？中國建成這個
領先全球的這個基礎建設，你想都想不到。你知道5G 站現在有多少座嗎？有483萬多座，這非常驚人的。這個根本不是一個一般的國家能夠想象，400多萬座5G 站。然後再來，他說到了去年底中國生成式 AI 現在的用戶已經達到6億。中國多少人口？14億，對不對？到了6億了，那是不是已經快要到一半了？對。抱歉，這個叫做用戶，而不是真正在用的。但是真正每天在用的，等於美國人口2億5千萬人在用，所以大家就曉得說，那你想想看呢？還有它的最大一個優勢。